大家好，这部影片呢是平面钢体转动系列的第二集，转动惯量的三大定理。在了解转动惯量三大定理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转动惯量它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在上一集提到系统动能它是如何求得的。我们系统动能呢是由一个系统它的质心动能，再加上系统当中每个质点相对于质心的动能总和。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参考坐标系去观察我们的系统的时候，其中我们观察当中的一个质点，那它的位置为 Ri，那这个系统它的质心位置也就是 RCM。那如果从质心去观察系统当中每个质点，那观察到的位置叫做 Ri bar。因此，我们的质心速度就是质心位置对时间的一阶微分。因此，质心速度的平方是执行速度对自己做内积，那一样从直心观察每个质点它的速度的平方是自己跟自己的内积。接着我们就来了解什么是钢体，钢体呢代表着系统当中每个质点之间的距离一个常数。那么可以推论出一件事情，就是说呢，我们从直心去观察每个质点它的位置会是个常数。那我们从一个双质点系统就可以知道这个推论是怎么来的。假设这是我们的观察点，那我们的第一个质点它的位置会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另一个质点的这个位置，那它们的质心位置呢，一定会位在它们两个的连线当中，就是这个地方。那这就是我们的心位置的向量。接着我们两个质点它们之间的距离刚好就会等于从质心位置观察我们质点一的距离，再加上从质心位置观察质点二的距离。那基本上质心位置固定不变，那我们的质心观察两个质点它们的距离也不会改变，因为呢，我们两个质点它们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因此，我们如果去观察我们质点速度，就是从质心位置去观察的话，那它能做的运动呢，也剩下转动方向的运动。那转动的角频率呢，固定为欧米伽。那么从系统当中质心去看每个质点的动能总和，也将速度的部分再换掉成 i 欧米伽。因为呢，我们的角频率固定的，不会因为不同的质点有所改变。因此呢，我们的角频率可以拉出我们求和符号之外，因此会等于1/2将质点让质点位置方总和让频率方。因此我们就会定义我们的转动惯量 I， 当然是从质心位置去观察的，那它就是质点的质量去乘上从质点观察，从质心去观察质点的位置的平方总和。那如果我们的系统为连续体，那我们的转动惯量可以用积分的方式计算出来。因此呢，我们的钢体的转动动能1/2 I 欧米伽方，那跟我们的线动能去比较，转动惯量对应到的就质点的质量。所以转动惯量它的意义就是抵抗钢体转动的物理量。接着我们就可以来计算钢体的角动量。我们从角动量的角度来看，转动惯量是什么？真的，先我们角动量，也就是系统当中从质点观察每个质点它的位置对它的动量做外积。假设质点当中它的位置可以用角坐标来表示，而 x 坐标它的位置再用极坐标的方式给写下来 ，y 坐标也可以。因此，它们的速度就是对时间的一阶微分可以求出来。x 方向就是负 bi 是质点它的速度上 sin theta，y 方向的速度为 cos theta。那我们将原本的位置给带进来，可以写成 bi 上 yi 把 i，另一个就是 bi 上 xi 把 i 会等于负 omega yi，另一个则是 omega i。因此的角动量就可以写成 mi 括号 i 平方上 yi 方 omega 会等于刚刚看到的转动惯量的定义，再乘上 omega 是 i omega。那跟线动量做个比较，就会发现转动惯量也是对应到我们的线动量的质量。同样，我们的例举就是将角动量对时间的一阶微分，会等于 i omega 对时间的一阶微分。再来简单介绍一下回旋半径
也就是缸体的等效半径。我们的等效半径大 R 会等于转动惯量除以缸体的质量开根号，就是质点的方均根，质点位置的方均根。所以我们转动惯量可以写成缸体的总质量上回旋半径方。接着我们就可以来介绍我们的转动惯量的三大定理。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平行轴定理。平行轴定理呢，它是在描述一个缸体，当我们如果知道它的直心位置，如果它的转轴会通过缸体的直心，那我们令转轴为 z， 那从这个转轴所观察到的转动惯量 iz， 接着我们将我们的转轴做个平移，平移到 z prime 位置，那它所观察到的角动量为 i z prime， 那就会等于我们原本直心位置所观察到的转动惯量，加上缸体的总质量上转轴它们之间的距离方。那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转轴 iz 必须要通过直心才能适用。第二个垂直轴定理，垂直轴定理呢，就相对于我们的平行轴定理广义一点，也就是说呢，是在描述一个缸体它的转轴只要通过我们系统的内部即可。那接着我们就可以去找出另外两个轴，它们互相与 z 垂直，一个是 x 轴，它与 z 轴垂直。那另外一个 y 轴也与我们的 z 轴垂直，当然我们 x y 轴也要互相垂直。接着我们的 z 轴它的转动惯量就会等于我们用 x 轴做转动观察到的转动惯量，加上用 y 轴转动所观察到的转动惯量。那一样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转轴必须要通过系统内部，就是我们的缸体的适用。接着第三个定理，延伸定理，是在讲述一个缸体，假设我们的缸体是一个细长棒，那它的转轴假设穿过我们细长棒的中心，也就是我们的 z 轴。那在这个状况下，我们观察到的转动惯量为 iz， 那它可以写成缸体的总质量乘上它的回旋半径。接着，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缸体进行拉伸成一个长方形，同样是以 z 轴去做转动，那这个正方形它的总质量假设是 m prime， 那这个长方形它的转动惯量就等于 m prime r 平方。也就是说呢，延伸定理是在讲述一个缸体沿着转轴方向进行拉伸，拉伸后其回旋半径是不会改变的。那也是一样，强调一下，必须要沿转轴的方向拉伸，定理才能适用。那在下一集我们就来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三个定理去推出大部分形状的转